吉拉的实力强于克鲁泽吗？大家对调整者啊可能有些误会。提到高达 SEED 中最强驾驶员，有人可能会说是受过专业战斗训练，战场上认真起来就从没输过的阿斯兰。有人可能会提一嘴曾经官方口中的最强战士真飞鸟，也有人会自然而然的想到最强调整者吉拉。但无论如何啊，至少得是个调整者。毕竟在剧中，调整者的表现确实比自然人强太多。可以说，调整者是保证了自己的下限，而自然人的下限却深不见底。可反过来说，自然人的上限会比调整者差很多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。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找好参照物。最强调整者自然不用说，肯定是吉拉了，毕竟是官方亲口说的。之所以在战斗表现上好像认真的阿斯兰会更强一些，其实呢也跟后天因素有关。吉拉虽然是最强调整者，但只能说啊是底子好。至于他本人呢，就是个懒癌。之所以能在战场上大杀四方，不过是靠着超高的天赋罢了。而阿斯兰呢，虽然天赋可能差了点，但人家是正儿八经军校里出来的，还是早期含金量最高的那批军校毕业生。再加上入队以后是跟着当时的 MS 战专家客队混的，一战结束后呢，又成了奥部首相的保镖。MS 驾驶技术深造肯定是不能少的。对比那边由 MA 王牌驾驶员木叔带出来的吉拉，第一季结束后又 PTSD 了，更不会去专门深造训练。这一来一回的差距啊，可以说是相当大了。但就算后天努力上差距这么大，吉拉在战场上也依然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可见这基因底子得有多好了。那么最强自然人应该是谁呢？木叔显然不太行，因为木叔在木爹眼里啊就是一个盖板的自己，而木爹本身呢又是家族世世代代坚持搞优生学的最高作品，再结合官方在设定集中给予他的描述，将其视为最强自然人啊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最强调整者与最强自然人的差别到底在哪儿了。什么是调整者？简单来说啊，就是在胚胎阶段给基因动了手脚的，就是调整者。有的人可能是调整了外貌，就会被称为是调整者；有的人可能是调整了艺术细胞，也是调整者；甚至有的人只是调整了口头禅，咱也得叫他调整者。而在基因调整时，比如说啊，想要成龙那样的鼻子，SEED宇宙的科学家是无法通过完全自制基因的方式来做出这个鼻子的，而是找到会影响鼻子外观性状的基因，将它调整成和成龙一样的基因。也就是说啊，所有调整者的基因都是有自然人基因做参照。再举个例子啊，你想要一个爱因斯坦般聪明的大脑，科学家只能照着爱因斯坦大脑相关的基因进行调整。而你如果提出想要比爱因斯坦的智商高 0.2887 的基因，科学家就只能怀疑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？调整者之所以会比大多数自然人要强，就是因为他们把一些自然人中优秀的基因量产化了。不说每个人都是爱因斯坦吧，估计调整成爱因斯坦啊花费也比较高，就是每个人照着院士的标准来调整，那平均水平对比自然人啊也是碾压了。而这种照着优秀基因批量生产的操作，也可能是导致调整者生育率下降的原因，毕竟基因越来越单一了。这里有人好奇啊，调整者与调整者生育率低，那跟自然人生孩子不就好了？但从动画里的设定来说，调整者与自然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只会继承一半调整者的基因，这一半的基因再跟自然人结合的话就再减半，到最后调整者等于是被自然人同化了。所以 SEED 宇宙的调整者和自然人其实已经相当于是两个种族了，他们的矛盾是远超 UC 宇宙的 OT 与 NT 之间的矛盾的。这个问题啊，以后我们会做视频单说。那么吉拉这个最强调整者啊，大家可以理解为是集合了爱因斯坦的智商、比尔盖茨的商业头脑、博尔特的运动细胞、李宁的身体协调性等等所创造出来的最强调整者，简称缝合怪啊。这时候木爹就会出来说一句，嘿，这不巧了吗？他家祖祖辈辈也是到处借种，把这些优秀基因最终遗传到自己身上，才有了他这个最强自然人。若要说吉拉比木爹强的地方，可能就是一些对疾病的免疫了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SEED 宇宙中几乎所有高级空间认知能力都是出自木爹他们家的。从这一点来说啊，吉拉也算是沾了木爹的光了。毕竟种种迹象表明，吉拉他爹在帮助木爹造克鲁泽时，把自己的孩子一部分的基因照着木爹的样子调整了。所以说啊，完全复制了木爹基因的客队，其实从基因学角度来说，至少是不输吉拉的。实际上在剧中的表现也是如此。之所以会战败，主要还是因为木爹的基因老化问题。SEED 宇宙由于无法解决克隆体端粒过短的问题，导致克鲁泽年纪轻轻就有了和60-70岁木爹相等的身体，只能靠药物来维持。那等于是吉拉欺负一个70多岁的老同志啊！换全盛时期的木爹来，那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了。至于第二季的雷，虽然基因也与木爹相同，怎奈啊是在议长培育下成长的，心智不健全，思维不开阔。吉拉好歹是见过科队嘴炮水平的人，
欺负一个黄口小人啊，还是轻轻松松的。所以雷也很难体现出木爹真正的实力。最强自然人与最强调整者的胜负，很可惜啊，只能做留白处理了。不知大家会觉得谁更强呢？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